你老公那边家里人是不同意你们结婚的？哎，对，不同意。为什么呢？可以说很反对吧。你可能听别人讲过嘛，说北方女的挺厉害的，东北女人厉害嘛，脾气不好，爱打架啊什么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秋顾啊，今天来采访一位从东北远嫁到上海的东北大姐啊。哎呀，姐，你今年是多少岁了？41岁了。你是几年来上海的？2013年。2013年来上海的啊，11年了。那么你嫁给现在这个上海老公的话是多少年了？8年多一点吧。那么和你老公是怎么认识的呢？也是一个朋友介绍的，然后就认识了。然后那个时候他开了一个饭店，过去吃饭，就这样认识的。然后差不多认识了2年之后吧，然后他开始追我的。哦，开始追你的？哎，对。然后最后的话，然后我想嘛，这个人他也蛮好的，他的性格其实挺爽快的，然后各方面嘛，我觉得还挺优秀的，人也挺好的，心也挺细的。上海男人嘛，所以说我觉得应该还可以考虑一下。然后最后的话，就2个人就在一起了。哦，你对上海男人的印象不错的。哎，但是最早的时候听别人是讲过啊，那个反正我不是说那个上海不好啊，但是最早的时候别人讲说上海男人小气啊，什么抠门啊。哦，这很多人讲的。哎，好多。然后但是我老公他完全不是这样的，他很大方，他对我也很大方，包括对我家里人都是很大方的。哦，那我也是这样的，我也不小气的，不光是你老公。对。哎，听讲你们一开始的话，就是你老公那边家里人是不同意你们结婚的。哎，对，不同意。为什么呢？可以说很反对吧，因为南北方生活习惯有差异。那他们那时候都没生活在一起，就觉得有差异了。你可能听别人讲过嘛，说北方女的挺厉害的，东北女人厉害嘛，脾气不好，爱打架啊什么的。哎，关于这点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东北女人确实是每个都这么厉害吗？也不是这样的。但是厉害，人家是讲理的呀，对吧？又不是说不讲理那种凶。那东北人呢，讲话声音大，嗓门大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对不对？但现在的话，结婚这么多年来，你和你婆婆他们处的怎么样？现在挺好的。挺好的，都处习惯了。你嫁过来了，他就不会再反对了嘛，孩子也生了，是不是？啊，生米煮成熟饭了，对。而且现在对我也挺好的。对你挺好的。对。然后嫁给我老公之后，我觉得我老公这个人是蛮好的，他的性格就是跟我比较相投吧，我们俩性格很像。都比较爽快是吧？对，比较爽快。但是有一点啊，有的时候吵架的时候，他可能会生气、生闷气。但是我的话不会，我可能吵完了，哎，一会儿就忘了。但是他可能第2天早上还想着。其实都是一些家庭的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没有什么大事情。比如说吃饭这一块，然后呢，我喜欢一烧一大锅，然后呢就一个菜，吃完了拉倒。但是呢，他觉得这一个菜，哎呀这么大一份，一时半会儿你也吃不完，然后营养又不均衡。然后他就会烧3个菜，而且再配个汤，但我觉得就很麻烦啊。因为你们东北那边就喜欢大乱炖，对吧？哎，就一大锅方便。对，一大锅，要不然就吃生的蘸酱菜啊之类的，他就吃不习惯嘛。然后他会唠叨，小吵小闹的。然后再一个就是家里，然后做卫生这一块，我呢就习惯性每天拖1遍地板，然后衣服呢我是穿1天就必须要洗的哪怕毛衣。然后他就不习惯，他就说这个好好的衣服，你看看你洗完了之后了，他就哎呀全部都变形了。所以说也会吵架，就这么一点事情。那这个太过分了，对吧？每天有一个这么勤劳的女人给他洗衣服，这应该开心才对，对吧？他不是这样想的，他觉得可能哎呀，你这老是洗衣服都变形了，也不好看了，对吧？然后所以说这个小问题是比较多的。然后现在他也了解我了，我们俩现在也好了，也很少吵架。然后像上海的老人家跟那个我们北方不一样，那心特别细。然后6·1儿童节啊，小孩子的红包他是必给的。然后比如说过生日，然后过年。他都会给，日常平时也会给。然后比如说像我有的时候过个生日啥的，他也会给我包一个。包括他自己要生病不舒服了，他也从来不会去麻烦我。这个上海人老人家这一点他挺好的，比较拎得清的。对，特别拎得清。上海人不太好啊，什么小气啊，什么精明呀，然后再一个就是物价贵。哎，那么阿姐啊，你嫁来上海已经是8年多了啊，对吧？你也是从哈尔滨远嫁过来的。是的。那么很多网上说这个千万别远嫁，远嫁有很多坏处，你怎么认为呢？我不这样认为，我觉得远嫁挺好的，但是也有美中不足的，就是好几年，可能1年多、2年多啊，父母可能才能见一面。再一个就是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啊，就是生完小孩坐月子这个问题就成了难题了。这个时候是我妈从大东北，然后来到上海，照顾了1个多月。因为当时呢，我公公身体不是特别好，
所以说婆婆要去照顾她。哦，那这个事情就得落到我妈身上，但是她大老远要跑过来，所以说也挺辛苦的。让我最大的一个顾虑呢，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听那个亲戚朋友嘛说过，那你嫁到上海呢，上海亲情是比较淡薄的，那你万一生了孩子呀，你万一家里有什么事情，对吧？亲戚之间也不来往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说这个是我所顾虑的。你怕老家人过不来帮你，对吧？但是结了婚之后了，我发现还真不是这样。那这件事情在我家里是不存在的，尤其是我老公的叔叔，然后他对我家的孩子呢也是特别好，包括对我也是可以说是爱屋及乌吧啊。然后包括我有一段时间，就是我儿子那个时候差不多就是1岁多的时候，我突然间就生病了，也快过年了，肠梗阻，就是也不知道，就是肠子里长个小瘤吧，小囊肿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，哎呀，我就很着急，那怎么办呢？孩子那么小，对吧？那往家里打电话嘛，这结果快过年了，我爸说，哎，我还得在家里过年呢，所以说我就觉得挺难受的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家里的亲戚知道了，那他就赶紧的一家4口全出动了，包括我婶婶，加上婶婶的女儿，加上他女婿，还有叔叔。叔叔呢是在医院，然后他们3个人就来回跑啊，在帮我带孩子啊。所以说我在医院也自己休养了差不多有7、8天吧。做完手术一直在家里，那我老公上班他也比较忙，他是做餐饮的，过年期间最忙，他是白天上班，晚上去医院陪我，白天呢，然后叔叔来回跑，他已经60多岁了啊，叔叔都是60多岁了，对，所以说真的拿我当家里人一样的，所以说这一点让我觉得特别的欣慰。然后他们过年的时候会跑到我家里，然后我可能会烧一桌子菜在我家过，所以说我的叔叔婶婶他们一家人都特别好，周六周日，然后平时会帮我带孩子。我就让我上班就行，你只要负责上班就行了。你们是不是住的特别近啊？对，不近，他在宝山鹤苑。那这个不容易的啊。你只要有什么事，他是一个电话就会过来的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一点，包括我家里人，觉得都很惊讶。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叔叔一家比我自己的娘家人还要更亲。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他们。就是人要懂得知足吧，我觉得。你也不需要什么大富大贵，身体健康就好。最主要我老公还有我婆婆家人对我挺好的，我觉得就挺知足。毕竟的话，南方的男人，我觉得这性格各方面可能跟我北方人互补吧。你当时倒是没有选择你们东北的？没有，因为我当时的话，很小的时候我就奔着要往南方来。为什么会想着到南方来呢？可能是我爷爷的影响吧。小的时候经常在家里看那个电视剧嘛，经常会播什么上海、深圳啊、北京啊。然后我爷爷就在我旁边会唠叨，长大了之后了好好学习，然后去北京、去深圳、去上海，所以说这句话可能是被我就是听到心里去了吧。所以说我就想着，那等我长大了，我肯定要往南方走。那你像来上海的话，你觉得上海这座城市怎么样？挺好的啊。没来之前的话，其实是有心理压力的，就是道听途说吧，什么上海人不太好。什么小气啊，什么精明呀，然后再一个就是物价贵，然后再想呢，那工资1个月就这么几千块嘛，那你这个物价这么高，那能不能养活得了自己，都成了问题。但来了之后了，觉得还是跟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人也是蛮好的，然后城市文明，包括这些那个环境都很好，我都挺喜欢的。